在叶晨心中，开泥丸宫已经是自己眼下的当务之急。且不说藏在10万大山中的究竟是什么洪水猛兽，单就一个吴飞燕，就已经是让他感到力有不逮。现在吴飞燕虽然暂时退却，但并不代表着以后不会卷土重来。更何况他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就算他以后再不来华夏，自己也要去找他报仇的。所以自己必须尽快找到机缘，打开泥丸宫。于是他开口对身边的林婉儿说道：“待我将金陵的事情安顿好，便找机会多出去走走看看。”林婉儿问：“公子有大概的方向吗？”叶晨摇了摇头，既然是寻找机缘，按理说应该随意一些，想到哪就去哪。说着，叶晨不禁感叹，可越是如此，就越不知该从何下手。我毕竟有家有业，金陵也有不少部众追随，不可能撒了手就玩人间蒸发。唯一合理可行的方案，就是每次只去一个地方，之后便回到金陵，再筹备下一趟行程。林婉儿不禁感叹，只是公子命格太高，奴家也无法为公子占卜算卦，一切只能是公子自己决定。叶晨摸了摸手中的手串，忽然眼前一亮，开口道：“我想先去趟燕京。”林婉儿问他：“公子打算去燕京找机缘？”倒也不是，叶晨解释道：“我爸妈当初带着我匆忙离开燕京，很多私人物品都没来得及带着，我想去叶家的老宅里整理一下父母的遗物，看看他们当年都走过哪些地方，如果有我不曾去过的，我便去看一看。”说着，叶晨不禁感叹，忽然提起要去找机缘，我一头雾水。可我见到外公一家之后才知道，原来我父母早就与九玄天经有所牵扯。若是能沿着父母走过的路，或许他们在天之灵也能给我一些提示。林婉儿赞同地点了点头，公子的父母当年也一定有着非常传奇的经历，若是沿着他们的足迹，一定会有所收获。叶晨道：“自父母出事之后，我将近20年没再回过叶家老宅。后来叶家祭祖大典时，我虽然回了叶家，但那次时间仓促，再加上万龙便杀上门来，我也一直没机会去老宅好好整理一下父母的遗物。那时候我也没想过，我的父母会与修炼、与九玄天经有什么关联。现在看来，这一切可能都是自他们而起。我回去看看，或许能有所收获。”叶家在几十年前一直住在皇城附近的老宅之中，那是一套面积很大的4合院，虽然葬于闹市中，却也有着别样的静谧。叶家的世交顾家，老宅也在皇城附近不远。叶晨年幼时，两家因为住得近，也经常往来。林婉儿听到这里，也觉得叶晨的决定很有道理。眼下他不知路在何方，父母的在天之灵或许能给他指引。回想幼年生活过的老宅，叶晨心中十分怀念，不免有些激动地对林婉儿说道：“我通知一下机长，把你送到金陵之后，我便直接飞去燕京。”林婉儿连忙道：“公子如果着急的话，可以直接让机长更改航线，直飞燕京。”说完，他又连忙补充道：“如果公子觉得奴家不方便与公子同往，奴家可以在抵达燕京之后再自己返程回金陵。公子正事要紧，就不要去金陵耽搁了。”叶晨问他：“林小姐着急回金陵吗？”林婉儿摇头道：“奴家不急的，金陵让奴家牵绊的主要是普茶之母，不过奴家出门前为她浇过水，而且昨日金陵下了雨，想来不需要额外打理。”叶晨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那就辛苦林小姐陪我一起去趟燕京吧。”林婉儿见叶晨邀请自己同往，心中自是一阵喜悦，连忙道：“奴家一切听从公子吩咐。”10分钟后，叶晨与林婉儿乘坐的飞机
得到了更改航线的许可。飞机在空中向北偏移30度，朝着燕京飞去。而叶晨也用飞机上的卫星电话给叶家的管家唐四海打了过去。电话接通，唐四海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好，请问哪位？”叶晨开口道：“唐管家，是我。”唐四海恭敬地说道：“少爷，我看这电话是叶家飞机上的卫星电话，您这是在飞机上？”“对。”叶晨道，“我正在去燕京的路上，大概2个小时之后落地，辛苦你安排车辆到机场接我一下。”唐四海忙道：“好的，少爷，我这就安排车队，到时候亲自去机场接您，另外通知一下老爷和其他人。”叶晨道：“不必兴师动众，你是叶家的大管家，你来接我也过于招摇，就不用亲自过来了，随便安排一辆车停在机场，方便我代步就行。我想去一趟叶家老宅，你就跟老爷子知会一声吧，其他人就不必通知了。”唐四海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好的，少爷，我通知老爷一下。您晚上住在老宅吗？还是回庄园里住？”叶晨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就住老宅吧，准备2间客房，我还有一位朋友跟我一起。”唐四海恭敬道：“好的，少爷您还有什么吩咐？”叶晨道：“没有了，就这些。”唐四海道：“好的，少爷，我去老宅等您。”与此同时，先前起飞的那架飞机已经在燕京机场降落，机轮刚刚触地，先前那位贾师太便立刻向那位中年美妇人汇报：“夫人，他们的飞机在空中换了方向，根据空管那边的信息，他们临时更改了航线，改飞燕京了。”“飞燕京？”夫人皱了皱眉，喃喃道：“他们怎么忽然在空中更改航线？”贾师太连忙问：“难道是我们暴露了？”夫人沉吟片刻，凝重地说道：“暴露应该不会，返程的一切监控都做了规避，没人能从清照庵追踪我们的路线到雍州机场。”说着，他忽然想起什么，开口道：“估计他们是要去叶家老宅。”说罢，他连忙问：“唐四海在不在燕京？”贾师太道：“属下最近并没有与唐管家联络过，夫人稍等，属下这就跟他确认一下。”说罢，他立刻掏出手机，给唐四海打去电话。电话一通，唐四海谨慎的声音便传了过来，他声音很低，又非常恭敬地问道：“孙姐，您怎么忽然给我打电话了？”贾师太开口道：“唐管家，夫人让我问你此刻在不在燕京。”“属下在。”唐四海忙道：“不知夫人有何吩咐？”贾师太道：“唐管家稍等。”言罢，他看向那中年妇人，开口道：“夫人，唐管家此刻人在燕京。”夫人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，后面的行程变一下，今日先不去金陵了，我们下了飞机立刻去雍和宫，让唐管家1小时后到雍和宫见我。”贾师太恭敬地说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说罢，他问电话里的唐四海：“唐管家都听到了吧？”唐四海极其恭敬地说道：“属下听到了。”言罢，唐四海微微一顿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萱姐，劳烦您转达夫人，少爷已经在来燕京的路上了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”